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6月5日，今日要做個破障啦。今日近年咧喺歐美、喺澳洲、加拿大嘅選舉，而家咧英國嘅選舉在即啦。咁啊，每次選舉咧就好多新聞報導，或者係軍情5處、軍情6處咧嘅資料就顯示咧，中國嘅勢力咧係無孔不入嘅。咁啊，而家咧仲可以透過孔子學院啦，辛偉誠本身話要關閉孔子學院，到而家咧都遲遲未有任何嘅動靜。咁然後咧又有呢個 TikTok 大量咧就係動員啦。咁最近美國嘅反戰咧、反以色列咧 TikTok 咧就係有極大嘅影響力喎。仲有 Block Out 2024啊，就係咧連一啲唔出聲嘅藝人咧都要被封殺喎。利用 TikTok 就出現咗數以萬計嘅影片咧，就要封殺一啲冇為巴勒斯坦發聲嘅藝人。咁然後咧軍情6處咧仲點名咧中國嘅移民。嚟自香港嘅李貞區律師話佢咧做統戰活動，而事實上喺中國統戰部嘅資料裏邊咧，你見到大量李貞區嘅照片同埋佢一啲嘅活動。佢又做啲乜嘢咧？嚟到英國咧就係聯絡下議院議員，以及咧佢哋嘅下邊一啲嘅幕僚啊，就邀請佢哋去中國參觀喎，喺中國做調研啊，然後就係搞一啲嘅基金啦，利用一啲項目啊，譬如話獎學金啊，資助一啲咁嘅人啊。去讀書或者係搞一啲嘅活動、研討會等等等，咁啊意圖咧就擴大咧中國喺英國嘅影響力啦。咁呢個軍情6處已經點名咗嘅，咁但係咧問題嚟啦，每一次問到中國咧，包括咧最近呢幾年咧就好多就係講中國嘅一啲強力執法部門嗰啲境外嘅公安站，就係咧勸啲人翻去自首啊，就拎住啲相就去嗰啲流亡分子嗰度，就話咧你啲屋企人咧喺家鄉生活如何啊，叫佢翻去自首咁樣嘅。然後問中國政府，中國嘅外交部發言人梗係強烈反對，堅決否認啦。咁甚至乎咧外交部嘅頭號人物呢個王毅咧佢講得最多噶啦。王毅又點講咧？王毅咧就話咧，喂，中國咧係堅持唔干涉別國嘅內政啊，你哋其他國家都唔好干涉我哋嘅內政啊。咁佢講佢話我們過去、現在同將來都不會干涉其他國家嘅內政，我哋亦都唔接受無端嘅指責，我哋呼籲其他國家要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不得干涉別國內政嘅喎。王毅講咗呢番說話好感動係嘛？要遵從聯合國憲章。咁最近聯合國嘅人權事務委員會同埋呢個嘅任意拘禁委員會多次點名香港23條同國安法啦。如果根據王毅嘅講法，就要尊重聯合國憲章嘅應該要尊重聯合國啲大會以及分會嘅一啲嘅決定同埋一啲嘅指控。咁但係事實上又唔係我今日要做個破障係咩咧？中國係咪好似王毅所講唔去干涉別國嘅內政咧？事實就唔係我手上有呢一本書，呢本書喺2019年咧攞咗咧喺美國攞咗呢個嘅歷史學寫作大獎嘅。就係毛主義全球歷史，作者係倫敦大學嘅一位歷史學家，就叫藍思寧咁呢位歷史學家咧，佢就係中國嘅好朋友嚟嘅。以往官媒黨媒咧就請佢好多次咧，佢喺中國做訪問同埋演講嘅。點解咧？因為藍思寧咧就係利用咗英國嘅解密檔案英國國會檔案，就係將咧當年鴉片戰爭時候國會一啲嘅討論就係完整地還原，就說明咗咧英國咧就對於鴉片咧，其實係自己都知道係錯誤嘅，而當時英國嘅在野黨咧，係對執政黨咧有好深嘅攻擊，認為咧鴉片戰爭會令到英國嘅聲譽咧係一落千丈。咁佢就還原咗呢段歷史，證明到鴉片戰爭係唔公義嘅戰爭嚟嘅，唔係好似歷史學家咧，美國哈佛大學已故教授 John King Fairbairn 咁講，就話係一個所謂嘅 trade war， 係一個貿易戰爭嚟啫。係文化衝突，咁事實上英國當時嘅國會都知道呢樣嘢係錯誤嘅，只不過咧為咗鴉片商嘅利益，為咗呢個嘅遠東嘅經濟而去開拓呢個戰爭，同埋咧割據香港作為殖民地，咁所以咧官媒咧就叫藍思寧做中國嘅大好朋友嚟喎，因為佢係站喺中國人個角度咧去寫鴉片戰爭歷史，其實就唔係啦。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梗係一分材料一分話，佢只不過有咩材料就說咩話啦。所以佢呢一本書咧就係利用咗咧大量東南亞以及非洲、印度、巴勒斯坦、巴基斯坦唔同嘅材料去寫成呢本書，就係講咧毛澤東如何影響全球共產主義革命。其中咧最重要嘅當然係中南半島啦，同埋呢個嘅馬來亞半島，
馬來亞半島咧嘅馬共啦，其實大家知道陳平咧一直係受毛澤東資助噶嘛，意圖喺新加坡同埋喺馬來西亞度發動共產革命。咁所以李光耀啊同英國政府當年咧搞一個內安法，即係新加坡版嘅國安法，其實從來由始至終數十年嚟淨係拉共產黨嘅啫，都未試過拉啲非共產黨嘅人啊，或者係親共嘅，即係共產黨外圍組織嘅人啊。都未試過拉其他外國人、歐美嘅人，所以有啲人話：哇，點解啲人啊會喺香港撤資搬去新加坡？新加坡都有國安法㗎，但係新加坡國安法冇拉啲歐美勢力嘅，亦都冇拉啲親歐美勢力嘅，淨係拉共產黨嘅啫，或者親共嘅人物。咁而同時間咧喺越南啦、喺柬埔寨、喺非洲就發動咗一次又一次嘅武裝共產革命，其實全部都由共產黨咧、中共咧去直接資助嘅。所以共產黨所到之處都血流成河咧，實在係所言非虛。咁所以藍思寧教授咧呢一本書就還原咗。咁我今日咧就抽取好幾段啦，翻譯咗做中文去同大家分析嘅。就係呢個赤柬政權啊，紅色高棉政權。柬埔寨咧，古代以前咧就叫做真納又叫做扶南啊。真納咧有一本書叫《真納風土記》。如果你有讀過 A level 咧，以前嘅中國歷史課咧，就有一科叫交通史啊嘛。交通史咧就必背咧周達觀嘅《真納風土記》嘅。咁啊，《真納風土記》係元朝嘅時期，中國人去到當時咧記錄翻當地嘅一啲嘅傳說同埋歷史風土民情所以其實呢個嘅吳哥窟咧嘅高棉國，咁曾經咧喺呢個中南半島咧喺東南亞係稱霸過一段時間嘅，係歷史嘅強國嚟。咁隨住呢個嘅西方殖民者大航海時代就嚟到，咁唔同嘅國家喺東南亞都建立咗據點啦。法國咧就喺柬埔寨建立據點，所以柬埔寨咧就係法籍嘅殖民地。而柬埔寨嘅國王啦，或者叫親王啊都好，咁咧就喺法國咧讀書嘅，往往都係受法國扶植嘅一個政權嚟嘅。咁但係去到二次世界大戰啦，全世界都有獨立戰爭啦。就希望咧脫離殖民地喎，咁柬埔寨都唔例外。喺柬埔寨咧，當時咧就係個國王仍然係親法嘅，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咧就發生咗共產主義革命啦。呢個共產主義革命咧其實就係同香港有關係嘅，因為印度支那共產黨啦咁其實就喺香港成立嘅，1930年啊。就由胡志明喺香港成立嘅，所以我寫香港史嘅時候咧，我就會說明到一點破綻。好多人話香港唔好搞政治啦，香港以前就唔搞政治先咁成功嘅。事實上呢個正係相反，香港以往就係搞政治嘅基地嚟嘅。太平天國運動啲人失敗咗嚟香港啦，洪門兄弟失敗咗之後嚟香港反清復明啦，孫中山咧就嚟香港吸收到革命思想喎。呢個嘅中共咧亦都喺香港咧做地下活動喎，根據日本嘅一啲嘅解密檔案啦。香港就係入軍同埋共產黨交易嘅地方，共產黨咧就提供情報啦，就俾呢個日軍去擊退國民黨啊嘛。咁呢個當然呢個資料仲有爭議嘅，近年咧就有好多日本嘅檔案文件咧就揭露咗呢件事，亦都有一本書我以前都讀過㗎，就係毛澤東入軍之共謀南呢本書咧係有詳細解釋。咁而印度支那嘅共產黨啦喺呢度成立喎。後來胡志明咧就喺中國度搞革命啦，接受訓練，咁最終咧佢就翻咗去越南度咧就係搞共產革命，咁後來亦都成立咗北越政府。咁與此同時咧，印度支那嘅共產黨分支咗一支出嚟咧，就變成咗柬埔寨嘅共產黨前身啦。呢個就係佢哋嘅歷史。咁後來柬埔寨共產黨咧就係執政喺1975年至到79年4年嘅時間，喺柬埔寨咧就推行咧土改，就完全係效法當年毛澤東嘅土改。毛澤東喺中國咧槍殺咗以200-300萬計嘅地主，然後喺呢個嘅柬埔寨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取消貨幣，取消職業自由，取消晒所有家庭嘅生活，認為咧家庭咧唔能夠再一家人食飯啦，以後一定要人民公社食飯。短短4年咧，有數以百萬計嘅柬埔寨人咧係被槍斃、餓死，又另外再有幾百萬。咁呢個係人類史上最大嘅災難之一嚟嘅，因為中國咧係槍殺幾百萬人啦，餓死幾千萬人，而佢咧係幾年裏邊咧就複製咗，仲搞埋文化大革命，所以中國幾十年嘅一個災難，佢一次過4年裏邊濃縮地去發展咗，所以呢個政權咧好快咧就滅亡咗啦。就點樣滅亡咧？就俾蘇共支持下嘅越南咧去打贏咗佢嘅。中共咧就支持赤柬，
然後蘇共支持越南，兩個共產主義國家係互相打交，最後係俾越共消滅咗嘅喎。咁後來咧呢個嘅赤柬嘅一個叛徒就赤柬雄心，雄心咧就喺赤柬度叛逃出嚟，後來成為咗軍事獨裁啦。直至到而家咧，雄心家族咧仍然係管治緊呢個嘅柬埔寨。所以近年咧，你見到好多柬埔寨嘅負面新聞啦，譬如話有電信詐騙啊，有器官嘅買賣啊，嗰啲咁嘅情況，你可以理解嘅，因為佢係俾共產黨長期係影響咗搞個文化大革命。即使咧赤柬失敗咗之後咧，仍然由赤柬雄心即係叛逃出嚟嘅人咧，係繼續咧軍事執政咗數十年喎。咁所以呢個國家就係佢係主張文化大革命，係要廢除所有舊嘅封建制度舊嘅呢個社會嘅倫理道德噶嘛，要廢除家庭倫理爹親娘親都不及毛主席親噶嘛每人攞住本小紅書，佢哋係攞小紅書長大嘅，所以到今天成為咗電信詐騙全世界最嚴重嘅地方，呢個並非偶然嘅，係同共產黨所到之處咧，道德淪亡係有一個必然嘅關係喺裏邊。咁我今日利用咗藍思玲嘅書咧，我準備一啲資料因為咧呢個歷史大分咁樣，胡志明咧係徹底親中共嘅，佢亦都喺中共嘅扶植底下咧係完成咗呢個嘅共產革命。咁但係咧胡志明死咗之後咧，越南咧就發覺咧就係共產主義咧係不能夠如此用毛澤東路線去發展嘅咁佢就靠近咗呢個嘅赫魯曉夫嘅蘇修主義。因為點解咧？越共咧就派咗好多人喺中國度活動同埋學習，經過大躍進之後咧，喂，佢哋自己越共啲人都餓死要翻越南喺中國不能生存就全部召回翻越南咁滯。即使留翻喺中國大陸嗰啲咧，都要想辦法由越南嘅親友咧寄啲物資去接濟佢哋。佢就見證咗人民公社、大躍進、三面紅旗嗰種失敗總路線。咁然後又經歷個文化大革命，所以當文化大革命爆發嘅時候咧，越南咧由親中共咧就轉移親蘇共嘅，就行蘇修路線，一個緩慢地循序漸進地搞共產主義，唔好一口氣咧就意圖搞共產主義。咁但係赤柬咧就唔同啦，赤柬咧就一直係處於弱勢嘛，弱勢佢覺得要用激進嘅方法因為越共咧佢就起碼喺北越建立咗個政權。然後後來打越戰最終係贏咗美國，最終係席捲咗整個越南咁但係柬埔寨唔同，柬埔寨嘅赤柬咧，其實一直係地下游擊黨嚟嘅佢哋嘅負責人咧，呢個波布咧，仍然都係地下活動嘅人嚟嘅。咁因為當時咧呢個嘅柬埔寨仲係由法國扶植嘅一個國王控制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佢哋作為一個弱勢，梗係用最短時間、最激烈嘅方法，希望可以改變到佢哋嘅權力結構嘛。咁但係事後咧，其中一個叫做培信嘅人培信咧係曾經參加過越戰越南人民嘅上校嚟嘅，後來成為咗記者。咁咧佢嘅回憶錄裏邊咧就話，1951年之後咧，毛主義開始麻痹咗我哋嘅良知，對我哋造成永久嘅傷害，甚至乎咧係延禍至今嘅。我哋咧係錯誤地把壓制係解成啟蒙同進步咁佢嘅意思係咁樣嘅，就係越共也好，柬埔寨嘅共產黨也好，道德淪亡咧，其中就係誤信咗毛澤東思想，就係將壓制咧視之為解放將呢個殘殺咧視之為進步將呢個打壓咧視之為穩定咁而呢樣嘢咧對良知咧有極大嘅一個迷失。咁喺呢個時候咧，胡志明同其他領導嘅想法咧，就係將毛澤東思想視為唯一嘅守則咁亦都好少咧去寫政治文章一個法國記者問胡志明點解咁少寫政治文章胡志明就話啦：我仲有咩好寫毛澤東咧已經為我寫咗一切所需要嘅理論啦。所以咧，越共咧喺胡志明時代係徹底係信奉毛澤東思想嘅。所以赤柬亦都係咁樣咁但係問題胡志明死咗之後咧，越南係可以急轉彎嘅。又由親中共就變成親蘇共，後來因為蘇共同中共亦都反面嘛，喺赫魯曉夫之後就反咗面，珍寶島事件令到爭啲咧開戰咁所以赤柬仍然係親中共咧，就導致到後來俾越共消滅，成為咗一個歷史嘅伏筆啦呢個嘅佢哋當時咧冇諗過咧咁係錯誤嘅，佢哋聽過咧幾百名中國嘅顧問根據經驗咧介紹土地改革嘅程序就喺越南咧就推動土地改革，一切已成定局，不容更改
一個咧，即使只有10平方公尺嘅地方咧，即使係地主都係邪惡嘅、貪婪嘅、係殘酷嘅、係帝國主義嘅走狗。即使喺越南北部，土地所有權同中國制度唔同，好少人擁有咧超過幾公頃嘅土地，只係得幾尺嘅土地嘅地主都被批鬥。咁喺越南咧就係咁樣咧，係殘殺咗好多地主。而喺呢個嘅赤柬亦都係咁樣，就係無辜地咧將200萬，聯合國就話至少200萬人就係因此咧被槍斃，就因為佢哋嘅出身係地主就而被槍斃。而大部分呢啲都係華人嚟嘅，200萬被槍斃嘅人咧大比例都係華人。點解啊？因為華人咧就勤奮好多，技術亦都好啲，咁所以華人咧喺當地咧就往往會成為地主或者中產階級，甚至乎富人階級。所以簡單嚟講就係由中共資助底下嘅赤柬就以大屠殺統治呢個柬埔寨，其中咧屠殺嘅對象主要係華人，咁呢個都好悲哀嘅。咁呢個當時咧就係波布啦，大家知道就係赤柬第一人就係波布。咁後來咧佢係被送去呢個國際刑事法庭受審嘅，但係被送去國際刑事法庭受審期間、拘禁期間就係無故死咗，唔知咩事，所以最終咧歷史就冇辦法判佢有罪，冇辦法判佢上去終身監禁或者死刑，咁放過咗佢，因為佢突然間壽終正寢。咁波布咧，佢同毛澤東見面嘅時候咧，因為根據後來波布咧在場嘅翻譯就講高棉語啊嘛，高棉語嘅翻譯，後來佢流亡咗去法國嘅翻譯。咁佢嘅回憶就話咧，佢見到毛澤東就同毛澤東講：我哋非常高興啊，今日可以見到偉大嘅毛主席。毛澤東就話啦：我好認同你哋有好多經歷咧，比我哋中國做得更好。中國冇資格批評你哋基本上係對嘅。目前中國咧仲係一個沒有資本主義嘅資本主義國家。毛澤東同波布講，認為咧中國咧冇辦法實行咧佢心目中嘅徹底共產革命。個原因就係因為中國仲有好多右派，所以佢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右派啊嘛。佢認為柬埔寨就冇右派啦，因為一次過槍斃幾百萬人啊嘛。咁所以咧，你哋可以徹底實行共產革命咯。波布就話啦，之後咧，我哋一切咧會照你嘅說話。我哋從小就讀咗好多毛主席嘅著作，尤其是有關人民戰爭嘅作品。毛主席嘅作品係領導咗我哋整個黨即係赤柬呢個黨啦。然後咧，佢話好好彩喎，呢個佢嘅理想咧，毛澤東話佢嘅理想可以喺柬埔寨開花結果。佢都相信赤柬咧係世界未來嘅革命領導者。我哋想做，但係冇辦法做到，你哋係真正實現啦。赤柬嘅大屠殺咧就係毛澤東心裏邊做過嘅嘢。咁當然毛澤東以前係做過嘅，但係幾十年前做過啦。佢覺得有人比佢做得更盡咧，佢就非常之高興，非常之熱烈支持啦。然後啦，波布咧喺呢個嘅革命嘅時候咧就講咯，佢就話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咧係持續不斷嘅永不歇止嘅鬥爭。我哋必須要堅持一個立場，就未來10年、20年、30年都有敵人嘅出現。如果我哋持續採取果斷嘅政策咧，我哋唔採取果斷嘅政策，咁我哋就會4分5裂噶。相反，敵人就會4分5裂。咁所以呢個波布好厲害係嘛？咁面對住呢個嘅共產黨嘅思想咧，波布係點講咧？佢對住毛澤東講，佢話一旦你反對共產黨，你就係叛徒啦。凡係思想上反對共產黨嘅人都必須做好啦化為灰燼嘅準備。如果你唔想化為灰燼，最好放棄你嘅敵對立場。所以共產黨嘅特點係佢不問是非，佢疑問階級嘅，只問立場，只問階級，但係不問是非。所以你凡係反對黨咧，你就係民族敵人，你就係階級敵人，你就係思想嘅敵人，你就會被鬥死喎。佢唔容許有唔同嘅意見嘅。共產黨嘅本質咧就係要鐵的紀律、統一意志啊嘛。咁所以文化大革命嘅時候就係做緊呢樣嘢。當然啦，後來中共咧就改革開放。思想咧相對多元咗，咁但係赤柬咧喺中國仲係打算走向改革開放，打倒4人幫，華國鋒上台，然後華國鋒咧又靠邊站，鄧小平復出。喺呢個時候咧，赤柬仍然咧係一路向西咁行到尾喎，咁所以造成咗人類咧近代史非常嚴重嘅政治災難。咁呢個波布咧喺1966年嘅時候就係開始咧遵從中國嘅路線喎。將政黨咧就改為呢個嘅柬埔寨共產黨。以前咧頭先講過啦，原本叫印度支那共產黨啊嘛。後來越南咧就叫做勞動黨，朝鮮都係叫人民勞動黨噶。
咁所以咧，柬埔寨最初咧就係叫做柬埔寨勞動黨嘅，因為都係印度支那共產黨分裂出嚟噶嘛。咁但係後來咧，佢係直接改為柬埔寨共產黨，又叫做赤柬啦。即係赤色共產黨啊嘛，赤色柬埔寨啊嘛，血流成河，因為共產黨用紅色作為旗幟啊嘛，就令到呢個嘅柬埔寨血流成河，用咗中國打地主嘅路線。咁所以我就話而家中國就好變態啦。第一就係小紅書，就係咧整個東南亞、非洲以及中國人民咧個災難嚟嘅。小紅書代表文化大革命，鬥地主係代表槍斃無辜嘅人民。咁你話地主邪惡，你咪捉個地主邪惡個地主出嚟審判佢咯，係嘛？佢係咪強姦婦女啊？係咪拐帶兒童啊？咁你咪逐個審問都唔係，一次過槍殺幾百萬嘅地主階級，就係用階級同埋用呢個思想同埋用呢個嘅立場去決定個人嘅生命啊嘛，而唔係用一件事嘅道理去決定生命。咁呢個就係好可悲啦。而即係今天咧，中國人仲用咗呢兩樣嘢作為遊戲，小紅書係一個社交媒體添，係咪啊？鬥地主係成為一個啤牌遊戲，你諗下呢個幾變態嘅。而呢個赤柬嘅思想裏邊咧構思佢係得到毛澤東嘅提示，佢話東風總能戰勝西風嘅，人靠己力啊，有革命立場，任何事都做到啦。革命不是請客食飯，就毛澤東咧就親自指導咗呢個嘅波步，成為咗赤柬一個嘅綱領啊。喺呢個嘅執政咗之後咧，975年執政咗之後咧，就廢除所有嘅貨幣制度，然後咧廢除咗家庭食飯嘅制度，變成咗公共食堂食飯。佢哋發揮創意啊，成功將毛澤東思想用到極致喎。對柬埔寨嚟講咧，中國嘅寶貴經驗咧就係毛澤東思想，而且咧唔係淨係咁樣嘅，中國咧仲深度介入嘅。點樣深度介入咧？因為咧本身咧柬埔寨係一個親王嘅國王嘅，就係俾共產革命咧推翻之際，咁但係佢國內仲有好多支持者噶嘛。然後咧中共咧就接收咗呢個人就喺北京裏邊咧就安排佢住喺法國領事館喎。然後咧就係當呢個共產革命咧越嚟越犀利嘅時候咧，就逼佢哋咧係談判。佢本身咧喺中國咧係喺法國領事館保護底下咧生活得好好地嘅呢個柬埔寨親王，但係後來咧就要被逼咧翻柬埔寨度，結果咧就係全家人都要被強迫勞動啊。因為後來佢翻咗去咧就合作，令到咧本身仍然堅持戰爭嘅一啲嘅即係前親法嘅軍人啦係投降，成為咗共產黨嘅勢力。最終咧佢哋屋企人都俾人批鬥，都要死亡。嗰個國王咧就好悲慘。當然後來嘅國王第二次再度流亡咗去中國嘅，呢個都無可奈何啦，因為西方亦都唔接受佢。佢同赤柬合作過啊嘛，成為咗一個粉飾太平嘅類似汪精衛政權嘅咁嘅人物。呢個越南嘅外交官指出咧，當時越南也好，或者係早期嘅越南也好，北越或者係呢個波布又好，都係100%支持毛澤東嘅。赤柬咧唔單止係思想上咧係得到毛澤東嘅資助，仲喺呢個嘅物資啦、意識形態啦、糧食、槍支同埋領導人嘅薪金咧，都直接係嚟自中共嘅。咁呢個就唔係王毅所講以前冇，而家冇，將來都唔會有干涉別國內政。呢啲全部都有晒充足嘅證據。柬埔寨係有晒呢啲資料，因為當時柬埔寨赤柬嗰啲人咧，後來赤柬滅亡咗嘛，咁好多投降咗新柬埔寨赤柬紅心嘅勢力啊，亦都有唔少係流亡咗去法國嘅。佢哋帶咗好多文件資料出嚟，而家呢本書咧，貓神呢本書咧就係揾咗好多佢哋嘅訪問資料，係證實咗中共係直接出糧俾佢哋，啲槍支都係中共支持嘅。呢個唔單止咁喎，仲提供呢個經費嘅資助啦。中國政府提供咗好多筆嘅經濟資助，亦都譬如話2000萬美元嘅直接撥款，同埋9.8億元嘅無息貸款俾赤柬。咁呢啲都係即係好充足嘅證據嚟嘅，就俾錢佢推翻原本親法國嘅國王。中國亦都派咗500名嘅陸軍軍官去到柬埔寨訓練呢個赤柬嘅。咁呢啲都係直接嘅證據嚟。而同時間咧，周恩來喺1975年喺周恩來自己死，周恩來係膀胱癌啊。根據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嘅回憶錄咧，就話佢係膀胱癌嘅。去到晚期都冇得接受治療嘅原因係因為毛澤東唔俾佢接受治療，因為毛澤東唔希望咧佢死咗之後咧，周恩來作為黨內最有聲望嘅人咧仍然在生，所以希望咧就係周恩來早過毛澤東死，所以就冇俾佢接受到癌症嘅治療。大家知道中共領導人都好長壽嘅，
因為中國嘅醫療或者蘇聯嘅醫療咧都係好厲害，咁所以如果癌症，而且佢哋咧每隔幾個月就驗身嘅，所以如果驗到有癌症咧，就好快可以根治到。咁除非猝死嘅啫，有陣時心臟猝死啊無可奈何啦，但係否則咧啲癌症咧，中國嘅領導人咧，你極少聽到佢癌症死嘅，因為佢幾個月驗一次身咧，你就基本上會發現到嘅。咁啊，所以周恩來就膀胱癌而死，佢臨死前咧就見過呢個波布喎，呢個就係赤柬嘅第一把交椅，就同波布講啦，話共產主義嘅道路咧不平坦，中國仍然喺呢條漫長嘅道路上面進行，你唔好模仿我哋大躍進嘅壞榜樣啊，慢慢嚟就好啦。咁呢個當然係根據波布嘅翻譯咧，係技術出嚟嘅。咁啊，相信真確性都有喺度嘅。如果係真確性係存在嘅話咧，即係話毛澤東唔俾周恩來接受治療，而周恩來臨死前嗰幾個月就同波布講咗呢番說話，叫佢唔好重複大躍進喎。大躍進係錯誤嘅路線喎，唔好搞急進嘅革命喎。咁當時赤柬就啱啱執政，結果佢冇聽周恩來話，而行咗毛澤東路線。短短時間令到幾百萬人死亡，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非常之可怕嘅。咁你見到周恩來最後嘅懺悔係如何啦？喺1975年嘅4月相較於柬埔寨嘅其他族群咧，估計有200萬人係死於赤柬大屠殺噶嘛。華裔嘅比例係特別高啊，因為咧大部分華裔咧都係生意人啦，或者係地主或者係做士多，都被視為階級敵人，所以中共資助赤柬咧對付翻喺當地嘅華人。咁所以你話今天赤柬以後管治咗一段時間，後來洪森喺赤柬出嚟嘅人又管治咗長時間，所以柬埔寨點解咁窮咧？係有一啲道理嘅。柬埔寨比起其他中南半島嘅國家咧，佢同緬甸都算係最窮噶啦。其實係有一啲嘅道理啊。起碼比起泰國，咁柬埔寨同泰國喺附近嘅咧，比起泰國窮好多啊。咁就係同共產主義咧係有一個直接嘅關聯喺度。咁亦都道德，即係比起其他國家，似乎係更淪喪。呢個亦都係同佢搞文化大革命咧，即係實在有一個直接嘅等號喺裏邊。咁所以點解共產黨咁可怕咧？就因為佢唔講是非啊嘛，淨係講立場同階級啊嘛。所以冇辦法噶，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你同佢講是非道德咧，佢就係鬥死你啦，佢就拉咗你啦，拘禁你啦，槍斃你啦，然後仲滅門咯。咁所以中國咧就好啦，就走上咗改革開放嘅道路，冇走激進主義。一旦走上咗激進主義咧，就四分五裂嘅。一旦走上咗激進主義咧，又會變成咗人道災難。咁所以搞改革開放本身就希望個社會有多啲少少嘅自由。咁啊唔好走咁激進。理論上呢個自由越嚟越多咧，就應該越嚟越好嘅。但係如果一旦有人嘗試行翻回頭路咧，後果又不堪設想。Anyway 咧，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如果有興趣知多啲歷史咧，我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已經上載咗中國近代史啦。咁所有會員咧都可以上課嘅 ，VIP 會員咧可以無限重溫，15蚊美元咧就可以 join 到 VIP 會員啦。用年費訂閱咧仲有 discount。我會繼續分享多啲呢啲書啦，希望大家有興趣啦。不過而家多咗一啲翻譯器啦，係咪 ChatGPT 咧，所以呢啲我自己都翻譯到即係比較通俗嘅一啲中文可以讀出嚟俾大家聽。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拜拜。